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5 系列冠名。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 系列独家冠名播出，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赞助播出。一口丝滑拿铁，谜团轻松破解。本节目由开启愉悦探案的雀巢咖啡丝滑拿铁赞助播出。要当名侦人，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为什么妈妈说裤子没有我长得快呀？真相只有一个，你消化吸收超棒。为什么老师总抢着给我小花？真相只有一个，你的脑袋超机灵。妈妈说我福利妈妈破案快，这是为什么呀？真相只有一个，妈妈给你喝美赞臣博瑞 A2。美赞臣博瑞升级 A2 蛋白，亲和度易吸收，更有优量 DHA， 智慧营养更好吸收。本节目一共7位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2位侦探各自投票，若2次都投对，则均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上一集，受匿名短信指引，欧记者来到盲城深处的 MCT 沉浸式推理游戏馆。不料，在0点钟声敲响后，电梯间中惊现老板西小土的尸体。这是小土吧？欧冒险，我是萨霸王。你认识我吗？凶手锁定在5人当中，分别是何猜想、萨霸王、荣门童、白保险、魏高管。经过第1轮的推理，还有众多疑团未能解开。这是西小土找到2瓶药，迷药究竟是何时使用的？有人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脱离出来了。视频没看到脸，有人穿了他的衣服。凶手到底是怎么作案的？那另外一个穿着衣服走进去的那个又是谁呢？所以这里面有2人，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这2个人他都是假人。是双凶手在联合作案吗？我们以为是36小时，其实我们睡了1天，可能这就是《盲城风云2》。玩家们难道还是在游戏当中吗？玩完游戏的时候结束，已经快0点了。勋究竟在观察什么？循环是什么循环？它循环的是哪一天？是目前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经过分析与讨论，5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露。你觉得是1个人还是2个人？我觉得这个1个人完成不了。对，因为确实我觉得是双凶手，因为这个视频一定是个假的。对，就是这个叫他和他走进去，对他一定是。他肯定得需要一个帮手，不然他1个人怎么完成呢？我觉得荣有一点点刻意。荣门童跟谁会合谋啊？白。情侣关系是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白，为什么呢？你看，荣我记得是他暗恋白门童，对吧？来到盲城2个月前见过白门童，对，见过白门童。然后呢，这个白保险他本身又有2个身份，他又是好人，他又是白保险。那是否说他还是白门童，但他只不过就是类似于说，伪装成了白保险这个身份？来，
我怀疑的凶手第一个是荣门童，第2票，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达成了共识，他们要去完成这个杀人的目的。好，先投给你。我就根据新侦探在临死之前留下的遗言来说的话，他只提到了一看到荣有麻烦了。那既然他的记忆不会重置，他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其他人都看到都没事，因为会被重置。那是不是可以推断为荣也是有手环的人？那如果他有手环，他的记忆不会重置，那就意味着他可以规划这些事情。白是几个人里面唯一一个跟荣更加靠近西小土的人，因为他们都有可能会认为西小土是麻袋男。我先拴你吧。好了，我们出去吧。来吧，开始吧，我们继续搜证。来游戏厅再找找吧。这边，看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啊，有个手机，在哪儿啊？在这里。把这个柜子搬一下好不好？来，我来拿。把这个柜子要搬开才能拿到。体力星，柜子搬开一下。我天！体力星，我还以为有什么，我以为我说怎么这叫我？来，体力星拿出来了。发现了个手机。特殊。来，再来一次。体力星，一个手机，拿出来一个手机，发现了一个手机，发现了个手机，好棒棒。游戏内时间流速控制按钮。啊？对了，你说对了，它可以控制时间流速，可加快游戏情节内时间流速，最快可调至3倍速。最近使用记录，《盲城风云2》已被玩家自定义为游戏时间是11小时58分，且已开启3倍时间流速模式。但是实际上只花12小时。实际上花11小时58分。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刚才的推理。有没有种可能，其实我们只玩了一个12小时的游戏，我们以为是7号0点我们出来的，但其实那是6号。那个时候西小土就是活着的，然后我们回去以为我们只睡了几十分钟，但其实我们睡了一天。在这一天里面，死者才被凶手干掉。解释出来了。Very good。哎，什么时候玩完游戏？哇，太真实了。就是还是玩的盲城风云2，但是被调速了3倍速，调速了。好，再看看吧。手机。你身上？不是，在这儿。棒棒。尸体身上。它这里有一支笔，这个笔有一个 USB 的插口，你打开过吗？哦，那没有。哎，不对，还有这个谁？包里手环，看看是不是？系统信息，距离您的生日还有1个月。系统信息距离他的生日还有1个月，所以他应该他的生日什么意思？指向他的年龄。距离勋的生日是吗？勋的生日还有1个月。勋的生日是哪一天？有任何信息指向他的生日吗？或者不对，他有个密码箱。这个包有人打开过吗？没有。现在是1月7号，所以是207。这种不是应该让陈来吗？体力星还是个技术星？哎，打开了。好，开了。有个本，哎，真的不妙。哎，不对，这本跟刚才不一样。我叫西小土，虽然这个名字有内味儿，但却是我的保命符。家族的人告诫我，金木水火我，厄运躲着我，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叫甄小小，会被我们家族的诅咒盯上。他叫甄小小啊，所以也姓甄。
要我说，就得跟命运斗。我的爸爸已经很久没回家了，大家都说他已经死了，还说肯定和照片上的这些人脱不了干系。每一个老人都念叨着隐姓埋名，活着就好，可家里人还不是一个接一个出事。爸爸留给我的只有一本书，叫做《真的不要》，书里的东西好像我都见过。那个眼神空洞的娃娃在床头陪我入梦，那个游轮的明信片在抽屉陪我长大。会谈意外的死在了海里。这不是甄红吗？死者叫甄化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来了。大门有一期的诅咒，我姓甄。后面是空白。他其实这本书没有写完，这个书告诉他要去扫雷，要避开那些地方，跟那本书是配套的。但这句话特别可爱。出门第一步，雷坑要记住，尤其要小心姓何、姓萨的人，还有其他所有说过大白话真相的人。啊，现在这里有一个设备，然后这儿也可以插上。这是勋身上的一支笔。然后这个线我们在这个包里找到的，插不了。我那有电脑。这里面有一个箱子，一个电脑。这个电脑不需要。这里有一个密码箱，打开过吗？小，甄小小，密码不对。ZXX。白白开一个箱子。这应该是刺激掌握命运的第一天。曾大帅被手枪枪杀，暴虐成性。曾大被铜像砸死，擅自使用私刑杀人。甄 C 位溺水身亡，为了名利不择手段。这些都是。甄红被下了老铁扎心粉的油烟毒死，校园霸凌。甄士大被奖杯砸死，创立残忍的今日之子计划。你们都说我是坏人家的小孩，你们打我、骂我、欺负我，你们才是坏人。我会把我受到的伤害通通还给你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叫甄小小。有人知道了，甄小小就是这个麻袋男。麻袋男。世界上做过坏事的人那么多，凭什么我的家人就不配拥有活下去的权利？凭什么命运如此不公？凭什么我不能拥有正常的人生？凭什么我的生命要掌握在别人手里？既然我也无法幸免于难，就让我在死之前把这个世界变成人间炼狱吧。孩子，这里有5个人要杀我，我确实做了伤害他们的坏事，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我的身体不受控制。我估计凶多吉少，你一定要严格按照真的不要里面说的去做，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甄爸爸，爸爸说的这种感觉，我最近好像也体验到了，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明显。我不想被控制，我不想被控制，我不想被控制。哦，你们的照片来了。然后他这个在说你们5个杀人作恶的家伙，凭什么维护正义？你们根本不是英雄，更不配接受世人拥护爱戴。你们骨子里跟我一样都是恶人，我们是同类。甄小小就是小土嘛，对，吸小土，所以他就是麻袋人，对吧？对。麻袋男试试看，就是他嘛。密码不正确，就是甄小小本人嘛。不想被控制，我不想被控制，我不想被控制。这个，我不想被控制，
我不想被控制。我不想被控制。开了。哦，来了。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不顾一切来到城市的边缘，竟然看到了这一幕。爸爸，我终于明白这一切了，我一定要改变家族的命运。这个是1月1号，这一幕这是指什么呢？有人说这是什么呢？城市的边缘。这是个什么呀？这是数字吗？他到了城市的边缘，竟然看到了这一幕。爸爸，我一定要改变家族的命运。爸爸，我终于明白这一切了，我一定要改变家族的命运。大门突然打开。我姓甄，我不想被控制，我不想被控制，我不想被控制。哦，他意识到他自己是在游戏里面，这就是游戏嘛？这不是你们游戏里面的场景吗？游戏嘛，11101010。我们现在就是在游戏里，从保卫家园、战争到现在和平年代打击罪犯，可能这就是《盲城风云2》。哇！我命由我不由天，在这里完成了1/2，就拍了那个桌子。我想提示各位一件事儿，我们2搜的时候可以注意的地方，一个是我们游戏厅里面那个大圆桌，移开桌面，我们应该能够发现一个空间。他说这里完成了1/2，我们去把这个打开看一眼。看那个，看那个。他就是在城市，他就是在游戏里。对，他在游戏里。体力心，体力心，大体力，体力心，让开，让开。小心啊！小心你的腰。来，放到这边。好，来这边。从这儿打这个，打这个。哇！是有个人吗？有个尸体。真的假的？来，勇敢的打开。啊！啊！哦，这是谁？是不是周？这是周翻译。周翻译，俊伟，周翻译哦，你能再稍微延续一点情绪？对，俊伟，不是，就其实还是得有，就是对。哎，他脖子上有一个圆，他脖子上有一个点，脖子上有一个圆点，然后这里有个设备，还有一个针筒，一针即死，他一针即死。哦，有什么？明真宇宙开发者日志。这是小盒子的设备。明星大侦探开播30周年衍生纪念产品，大型沉浸式互动推理游戏。它的程序员叫周程序，上线时间是2046年3月27日。见面了。大爸爸真相。操作指南：穿好设备并启动游戏后，玩家便可身临其境进入到游戏的虚拟世界。游戏过程中可通过意识操作游戏菜单，包括退出游戏。注意事项：游戏系统每月更新1次，更新周期为5天。第1天0点到第5天的24点，5天内游戏系统的时间以24小时计1天为单位进行自动循环，
且后一天数据将自动覆盖前一天，包括所有游戏世界虚拟人物的记忆也即将被覆盖。注：一、更新期间，管理员进入游戏后需佩戴游戏道具存档手环，可在循环中保留记忆，手环切勿丢失，避免游戏 NPC 误带造成数据混乱。二、系统更新时间不固定，管理员进入游戏后需关注游戏更新提示器，并在更新结束前离开游戏，否则当新版本覆盖旧版本后，管理员将被程序作为代码处理，永远无法退出。他们实际上都困在这里。进入系统时需注意安全。目前系统为测试版，功能不完善，如在游戏中不慎死亡，现实中的管理员也会陷入昏迷，甚至有生命危险。啊！名侦宇宙系统提示：未接呼叫99。我发现他不见了，手环也联系不上。他要救的这个他是谁？有99个人给他打电话，就是勋。勋跟周是2个管理员，但是联系不上他了。所以为什么在上一案他俩突然闯入到我们那个饭店里？他们俩是属于管理员，进入到游戏里面。对，所以他们在上一案是2个侦探。那你觉得现在我们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游戏里？我们在游戏里面，我们在名侦宇宙啊。不对，我们现在是在现实世界里，他们是死在现实世界里。不，他是死在现实世界里，然后会造成外面昏迷。他是死在游戏世界里。他们现在是死在游戏里吗？他们是被困在这个游戏里了。对。那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游戏里的，我们仍然现在还在游戏里，我们还是游戏角色吗？所以所谓的之前说的什么更新啊、重置啊，都是游戏的内容，它的更新重置。然后呢，勋作为一个管理员，他呢是带着这个存档手环，他也跟随这个游戏沉浸到游戏里了。他在这个游戏里，他每天也在更新，只是跟着我们一起更新，只是他的记忆没有断，因为他有这个存档手环。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那个他身上那个纸条，不是他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因为一切都会更新。对，是他到第5天的时候，他的记忆没有断，他把所有东西记录下来。对，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寻找和保护的人，真的就是周翻译，等于是2个存档员、2个管理员，在我们这个游戏片区里面。这也解释了萨萨说的那个是对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我们这些人物，所谓可以在同一个游戏里面，其实他们选择了名侦宇宙当中他自己喜欢的一个角色。可是中间有一个人叫做甄小小，他呢，因为在名侦宇宙里面，他的家族从来都是悲伤的命运，所以他在这个游戏当中，他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抗心理。而且当他有一天他跑到城市边缘的时候，他发现全是一些数据墙，就是个游戏，楚门的世界，完成了一半什么意思？抢了他的手环，杀掉了1个。可是还有一个管理员是勋，他要逃出去。他发现是个游戏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我可以利用这个游戏的一些规则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杀掉了其中的一个管理员，抢走了他的手环，把它藏在这个桌子下面。他说他完成了1/2。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位管理员勋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同伴，这就导致了为什么我们这几天可以看到那个所谓的讯息。那么现在就是为什么他觉得看到萨也不安全，看到荣也不安全，这个我们还没有办法解开。我看到他们各自回去休息了之后，循环开始了。所以他的循环开始，
就是这个更新的开始。对，第1天，然后5天就可以结束了，所以第5天结束之后，他才写下的那张纸。游戏系统更新周期为5天，后1天数据将自动覆盖前1天，包括所有游戏世界虚拟人物的记忆也即将被覆盖。那我们那张纸上的第5天的内容，其实就是真实顺延到我们现在发生的所有事。对，也就是第5天是容，那就是他记录他那一段的是真实发生的，前面都是真实，前面都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前面被抹去了嘛。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其实前4天是都抹掉了。我们真实经历是从容的记录开始到现在。对，这1天，就这1天，我们在那边还有一些没开的，先干别的吧。手机好像在那个抽屉里。手机有密码，我没打开。我命由我不由天。开了。匿名号码在 MG 1月5号11点打给他。不想被人知道你就是麻袋男的话，就在1月6日0点从你办公室出来，进到电梯的来1楼。这是凶手发的，这是我们看到的。凶手发的，匿名号码打给他的，有人约了他，所以他才会要在0点走到那个电梯里去。就是凶手知道他的身份。什么时候打的电话？时间？1月5号11点。我们12点来进到这开始玩游戏，所以那个时候凶手的计划都已经当然不知道，必须在那些，因为他12点他也开始来沉浸了。对，12小时。那个那个哦，在这儿是熏的，对不对？对，熏的。我试一下明真宇宙，明真宇宙。开了，明真宇宙编剧手记，主创人员编剧勋编剧，他是编剧。技术周程序，编剧负责设计剧情技术，程序负责按剧情编写游戏程序代码，并及时检查修补所有漏洞。最新的一册记录，2046年1月1日。新编剧和周程序进入游戏，进行游戏上线前的最后一次内测。游戏介绍：明真宇宙是明星大人计划在开播30周年当天，2046年3月27日推出的一款沉浸式的互动推理游戏。游戏发生在盲城，主人公都是明真中观众印象最深刻的角色。玩家可以通过佩戴游戏设备，身临其境地与主角互动，并推理探案。整体设定。盲城，一座犯罪率极高的城市，被称为罪恶之都。绝望之际，代表爱与和平的正义使者们横空出世，被人称为盲城守护星。成员包括萨霸王、何猜想、魏高管、龙门童和白保险。他们收到了神秘光头的邀请后，决定运用自己的出色技能，亲手终止盲城以暴制暴的不正之风，守住城市正义的底线，并承诺绝不使用暴力和私刑。甄小小，化名西小土，孤苦无依的他因出身被大家欺凌嘲笑，认为命运不公且人性本恶，在盲城无恶不作，但最终被盲城守护星感化，认识到有底线的正义和无底线的恶之间的区别，只有法律和道德意志才能束缚无底线的恶。创作笔记，在我创作的明真宇宙游戏世界里，居然还有人又创造了一个可以进入游戏世界的 MCT 沉浸式推理游戏馆。我和周程序在这里偶遇了明真宇宙中的游戏 NPC 何猜想、萨霸王、龙门童、魏高管、新场工，并一起玩了一局游戏。游戏结束后，我思考了一下他们在游戏中的表现，想到了后续的剧情。无论如何，盲城守护星在乎的人，鬼少女、萨德巴、张思睿、白门童、欧空姐都必须被残忍杀害，这样才能激化剧情矛盾，也一定会非常好看。不过，甄小小好像有了自己的意志
行为不受控，还成为了麻袋男。这可不是我写的，我必须尽快修正一切，并把我想的剧情都写出来。哦，就是他本来写的那个男的会被感化，所有的恶都是源于这个编剧。难怪他在上一按2票都投对了，他是编剧，他知道。所以我们的密码到底是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吧？他是编剧。哎，刚才不是还有一个哦，就是这个吗？插上用的那个。这个来我看看这个。还有一个对，一个笔。来了，加密文件夹。又有密码吗？因为他说了，我要把所有东西加密。受到密码保护，是熏的，对不对？对，熏的。加密保护。编剧，熏编剧，是熏编剧是吗？熏编剧是不是？对了。哦，熏编剧。熏编剧。听第一段，这是 MG 30年1月6号11点30分。昨天晚上。系统有 bug， 更新所带来的循环最后一天，我试图退出游戏，但却没有办法离开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而且盲城守护星的5人都可能看过我的剧本，如果循环有问题的话，他们中恐怕会有人发现这个世界的秘密。周程序已经在这个世界里死了，没有人能帮我，所以当我发现无法退出的时候，我立即尝试自救。我花了2天时间去城市的边缘，看看有没有逃出去的办法，可惜还是不行。今天我只好又回到了 MCT， 想找找周程序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出去。好，这是11点半的时候，也就是他在这个时间还没死。我太蠢了，如果我早连上录音笔，我早就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啊！这说明他是12点的时候被杀的。录音笔，如果我早连上录音笔，早就知道错在哪了。他早连上录音笔是啥意思？早连上录音笔，我就会知道我错在哪里了。录音笔还有啥呀？里面就只有录音，没了。早连上录音笔的意思不是连上电脑，而是连上这个录音开关吧？是吗？莫非这个录音笔早连上录音笔就早知道我错在哪儿了？现在证明他在6号的12点被杀的，所以这不是中午吗？对吧？这应该是中午杀的，就是有人醒了，对，应该是中午。试试这个，如果是新的一天的话，是不是在这里完成了1/2的时间？300102。掌控命运的第一天，掌控命运的第一天一定不是完成了一半，他一定是开始去完成什么事儿的时候。他有了意识，开始不受控制了，是哪一天？没有写他哪一天。更新循环的最后一天，是2046。1月6号。系统有 bug， 更新所带来的循环最后一天，我试图退出游戏，但却没有办法离开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更新循环的最后一天。所以当我发现无法退出的时候，我立即尝试自救。我花了2天时间去城市的边缘，看看有没有逃出去的办法，可惜还是不行。更新循环的最后一天，我花了2天时间去城市的边缘，看看有没有逃出去的办法。花了2天的话，那就是4号。我们试一下30，他花了2天，试一下300104。00104。哦，哇，就是那一天。什么？上面有字。一个也来吧，念一下那个字。游戏更新提醒器。游戏更新开始前24小时，指示灯将常亮红灯。
游戏更新结束后24小时，指示灯将常亮绿灯。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是游戏更新结束以后24小时，至少是24小时以这个绿了以上。这个写的什么？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你编写的啊！这上面是一个勋编剧的，戴着眼镜的，对，包括我甄氏家族的命运，以及我的苦命人生。你凭什么如此大笔一挥就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从小受苦，全家遇害，命运不公，我一切的痛苦都是拜你所赐。既然如此，你来了就别想走了。只是杀了你的话太便宜你了，我一定要好好想想对你的惩罚方式。然后这个是周程序，你是编写虚拟世界的程序的程序员。如果我的异常举动被你察觉，你退出虚拟世界后，就可以轻松将我摧毁。我必须要在你离开之前尽快杀死你。然后接下来是勋，报复你的最好办法就是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连杀你2次，最后又让你永远的活在这里，亲自感受这里的黑暗。今天早上你一醒来就遇到了我，而且你一整天也没做什么，我刚好可以利用这一点。这是 MG30年的1月2日。不是他这些卡片是谁的呢？是这个西小土的甄小小，麻袋头的，对，西小土、甄小小、麻袋男是一个人。现在是这样的，他对勋做的事情就是要在更新结束前离开游戏。他把这个灯藏起来了之后，于是勋就观察不到这个游戏更新提醒器了。所以呢，当他在游戏结束之前没有离开游戏的时候，新版本覆盖了旧版本，他就被程序作为代码处理，他永远都无法退出游戏了。对。报复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所创造的这个，因为他是要他说周程序退出虚拟后就可以，所以我必须要你离开之前尽快杀死你。然后跟勋说的是让你留在你写的世界里，对，连他最后又让你永远的活在这里啊！他还是把勋永远留在这儿。对，他说我在更新，那证明他是知道更新结束的时间呀。你听，更新所带来的循环最后一天，我试图退出游戏。更新所带来的循环最后一天，我试图退出游戏，所以他是知道时间的。更新时间有信息吗？更新时间是5天，每个月更新1次，更新周期为5天，然后第1天的0点到第5天的24点。对呀。是明确的时间啊 ？No， 系统更新时间不固定嘛？但是它循环的时间是固定的。循环的时间是固定的呀？不是，在这5天里，游戏系统时间以24小时即1天单位为自动循环，且最后1天会自动覆盖前1天所有游戏世界虚拟人物的记忆将会覆盖。对，系统有 bug， 更新所带来的循环最后一天，我试图退出游戏，但却没有办法离开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试图退出游戏，但却没有办法离开了。也就是说，他不是说因为自己看不到提示器，所以错过了离开时间，而是说他知道我仍然还在5天时间里，只要过了这5天，他就离不开了。但是在5天里，他就离不开了，他就觉得出现问题了。对，所以他说，如果我早一点连上录音笔，就知道我错在哪儿。是不是他也中间睡了1天？有可能，他如果中间睡了1天，他就以为是5天，但实际上已经6天了。有可能，而他又没有提示器的灯，也就是说，他是不是这个录音笔连上录音笔？他说我如果早一点连上录音笔，我就知道我错在哪儿了。我就知道我错在哪儿。他是不是他自己也错过了1天？就他睡着了，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还在5天里，但其实已经是过了5天了。为什么？他连杀了他2次，报复你最好的方法连杀2次，在你创造你这个世界里连杀你2次，最后要让你永远的活在这里，亲自感受这儿的黑暗。他也许不需要让他昏睡，他让他在更新的时候，我给你杀了，杀了以后第2天他被覆盖了，又活过来，活过来，
但是对不起，他已经错过了这个时间呢？有没有可能？因为没有循环了，而且你会错过这个更新的时间，你等于就永远留在这儿了。就是比如我在第2天杀你，让你过了，第2天你没有醒来，你没有办法能够就是在最后1天能够离开这个游戏。对。然后最后1天的时候，他又跑不出去，他明明知道很危险，我必须赶紧出去，如果不出去，我再死在这儿，就真的死了。所以他不是睡了1天，他是被杀了1次，连杀2次，连杀2次。1对1嘛，咱们1对1审问，侦探拥有单独提审嫌疑人的权利。这是他5天写的东西吗？你看第1天他说他什么都没有干，对吧？因为他第2天他才意识到系统开始更新了，因为他不是每个月什么时候开始更新不固定吗？对，因为他过了第1天，他到第2天他才知道，哎，为什么一醒来跟第1天一样，所以他才意识到，哦，完了，现在开始循环了。报复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所创造的世界里连杀你2次，最后又让你永远活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在他的循环里面，他杀掉他2次，然后在最后留着他。最后留着他，让他活在那个游戏里。对，让他活在。今天早上你一醒来就遇到了我，今天早上是2号，早上醒来遇到了我，而且你一整天也没做什么，我刚好可以利用这一点。你一整天都没做什么，然后我刚好可以利用这一点。他如何把他留在这个游戏里，其实就是让他错过系统更新的时间，让他没有出去，对吧？他利用这一点，他是不是跟他玩时间差了呢？他跟他玩时间差，让他错过了系统更新的那一天。但我现在有一个疑点，他到底是杀了周程序1次，还是每天都杀他1次？就杀了1次吧，因为他一直在循环。因为如果他只杀了1次的话，那就一定是在更新开始前，这样他才能永远的死在这个世界。因为如果他要是在更新开始之后杀他，他就每天会重启。但是如何一次性解决周，那其实就是在更新开始之前把周杀死，不然他每天都得杀他1次。游戏过程中可通过意识操作游戏菜单，包括退出游戏。他一直想救他，这前4天一直他想救他，就前面都没救成，到第5天，如果他再救不了他，他就是真的死了，就没有再复盘的机会了。是这样的，它这个里面用了大量的第1天、第2天，但都不是某一天。它里面写的更新时间，每个月更新1次，每次5天。第1天的0点到第5天的24点，对不对？但并不是1号到5号。对啊，就是任何时候开始都有可能。对，他是凭借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异样的事情没有来判断是否进入循环。然后呢，他第1天他说没有发生异样，于是他就以为没有开始循环。结果第2天他才意识到进入循环的时候，他以为这是第2天，但事实上这已经是第3天了。就是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开始循环之后，他第2天他就应该发现第1天发生异样，对不对？因为开始循环的更新的第1天是不会有异样的，因为这一天不会更新任何东西。所以当你发现出现任何，比如说异样或者开始循环的时候，你就知道已经是第2天，你就从这儿开始算第2天，然后算到第5天。但事实上呢，J小小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但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睡了1天，所以有可能是他被杀过1次，而他不知道。这个证据是目前最直接锁定凶手的，就是他给这个人发了信息。这个是目前我们唯一能锁定凶手，肯定是凶手干的事儿。时间是 MG30年1月5号中午11点。谁在这个时间之前最有可能知道麻袋男的真实身份是西小土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他发给他这个信息，让他6号0点走过。
但我们确实看那时候6号看到的确实是小小，对啊，没问题。对啊。但是就是那个视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视频是后录的，是后录，所以这2个凶手要互相配合。对，是2个凶手。我想说的就是，一个要穿衣服从那儿走，演小小；一个要伸个袖子演心，来表示我挥手。另外还有一个是熏。可是按照录音笔上的时间，在6号的12点，他啊一声，胃就死了。是中午12点，等于熏在12点的时候被甄小小又杀掉了。不，我的意思是说有2个人。对，我们当中有2个人杀了甄，甄杀了熏，也就是证明6号的12点的时候，甄还活着。时间线是这样的，我们呢是5号的12点来这玩的游戏，对，中午12点，用3倍速，我们11小时58分就结束了游戏，也就是5号的晚上23点58分，我们就结束了游戏。完了之后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以为是7号的0点，其实才是6号的0点。我们走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甄往里走，而且看到了他的脸。这时候心还叫了他一声。而甄他心里有事，他要下去1楼拿自己到底谁发现了我是麻袋男这个证据，他要跑。哎，不对，他是中午。他发了信息的呀。不对，我现在觉得应该就在1月6号0点，凶手把他约到电梯里的时候，到楼下就动手了。那熏的死亡是甄干的吗？魏高管吧，魏高管，你先来。是你吗？不是，真不是。刚才我们说1月5号不是有人约那个甄要在这儿走一下吗？那个信息肯定是凶手发的嘛，对吧？对。就说在这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知道这个麻袋男到底是谁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约嘛。就是你想说谁有可能知道他电话号码？知道电话号码可以给他发这短信，对吧？那现在就是我跟荣，是知道这个当场霸路的这个快递驿站可以找到麻袋男的，还有白，因为他知道他的身高体重，还有那个对，3人都有可能。然后刚才说了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他打这个视频电话打过来，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他可以打过去这电话？对吧？甄小小到底想做什么？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一点，他已经完全知道这是个游戏了。对。第二点，他甚至找到了这个游戏的2个最重要的人，一个是编剧，一个是程序员，所以他都写了这些针对他的方法。有一个是让他永远在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就是让他死在这个游戏里面。那么他自己要做的到底是什么？他是要出这个游戏，还是就在这个游戏里面无法无天？他出不了这个游戏，我们都是代码，我们连肉身都没有。他就是要把这个游戏据为己有，他要由他来控制，我命由我不由天，改变整个甄家的命运。所以他其实是等于是游戏当中的一个角色，他自己有了意识。他有了意识吗？能借那3张照片我们看一眼吗？这个最后又让你永远的活在这里，真是想要熏活在这儿的。就可能是小小，不是小小杀的熏，就是我刚才就怀疑，很有可能这个时间点是杀手，就是凶手干的。是的，就是我们现在要找的那个凶手干的。那他什么时候动手？实际上，他用这个短信把人骗到电梯，这个人下到1楼，凶手就可以动手了。不行啊，我们有印象，大家一起离开这儿回去睡了。快，最会走的买单。破坏设备。死了。
对吗？对啊。所以他一定不能说我们跟着他进了电梯要把他杀了。他不是跟着他进电梯，他是能够从我们那边下楼啊，我们那边也有电梯，他只要在1楼碰见他就行。那倒也是。对啊。他从这边8楼下去，这边我们假装走喽，从廊桥回那边，然后有人从那边的电梯下到1楼，那他哪有那么快？他跟我们一起走到那儿，从8楼下到1楼，再走回来，他来不及。现在关键是我们中间为什么有人要杀勋？对，那凶手为什么要杀勋？哦，里面有一段说好像是什么，我们5个人可能发现了他的什么？发现这个世界的秘密。对。他们5个人都有可能看到剧本。盲城守护星的5人都可能看过我的剧本。如果循环有问题的话，他们中恐怕会有人发现这个世界的秘密。在这儿，编剧手记有，这里面有。在我创造的名侦宇宙游戏世界里，居然还有人创造了一个可以进入到游戏世界的 MCT 沉浸式推理游戏馆。我和周承旭在这里偶遇了名侦宇宙的，我知道了，是这样的，因为有人看到了这个编剧手记，知道他要杀害我们爱的人。鬼少女、萨德巴、张思睿、白门童和欧空姐，所以这2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爱的人，要把他杀掉。对，因为他无论如何要把他想写的剧本写出来。对，你看，就对应上了。盲城守护星的5人都可能看过我的剧本。如果循环有问题的话，他们中恐怕会有人发现这个世界的秘密。循环有问题的意思就是，如果循环有问题，也就是说有人可能记忆没有被覆盖，是这个意思吗？循环出现问题了。游戏系统的时间以24小时计1天为单位进行自动循环，且后1天数据将自动覆盖前1天，更新周期为5天。明白了，他为什么后面说了一句第5天我遇到了荣，麻烦了，因为到了第6天，荣的记忆不会被覆盖，最后1天看到的是他，因为那已经是第5天了。对呀，前面几天他都算着时间呢，没问题。何看见了也没问题，白看见也没问题，陈看见也没问题，反正时间还都在。但是最后1天，荣看见了，说坏了，今天是最后1天，到明天0点，循环就结束了。一旦结束，他的脑子就不会被覆盖了。因为他算错，刚才你说的，他前面算错了1天嘛。如果按刚才那个，他第1天他说没有发生异样。于是他就以为没有开始循环，结果第2天他才意识到进入循环的时候，他以为这是第2天，但事实上这已经是第3天了。再找找，还有什么？说还有东西啊？你再找找嘛，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有一张纸，我来拿。有什么？有张纸吗？这是他的计划。他的所有全部过程。刚才我们发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勋应该不是被真杀掉的，是被凶手。对，因为想让他活在这个世界里。对。而且从时间上你也能看到，勋最后的时间录音笔的时间是6号的12点。12点。但是6号12点的时候，真应该已经死了。所有计划，他的完成的计划。哦，哇，这张是新找到的。对，在哪里啊？在柜子里面。有他真实发生的事件。我刚想在侦探面前表现一下勋和实际情况。你们能晚一点的没有发现这个？你说时间倒回，现在记忆覆盖。这样吧，当做我这一趴的重要高光时刻。我们4个先来看一下，你先讲完。来，好，你讲。没什么可讲的了，我觉得。你还听我的干嘛？那这都找到证据了。不是啊，你的高光时刻啊，对啊。我的高光时刻就是，凶手
在1月5号的中午，11点发了短信，把人约到了晚上0点，6号的晚上0点，坐电梯下到1楼。首先第一，这就确认了凶手锁定在他是在5号11点之前就已经了解了所有这一套东西，也就是知道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游戏世界里，并且知道了熏编剧要通过编剧杀掉我们心爱的人。凶手一定是知道了这个事儿，先干掉真，然后干掉编剧。啊？可是熏应该是先死的吧？熏是后死。熏是后死的。我认为熏是后死，是因为你想想，他6号0点，他把人约出来上电梯，为的是让我们玩完游戏出来看见。我们以为是7号0点了，但实际上那会儿是6号0点，我们玩完游戏头晕脑胀的出来，哎，看见真上的电梯，对吧？然后我们就走了，我们就从廊桥不就到对面去了吗？但是请别忘了，对面也有电梯，也有楼梯，所以这个凶手是可以坐电梯下到1楼，然后再到1楼去和真碰面。因为真得到的消息是，如果你不想让人知道你是麻袋头，你就坐电梯下到1楼。刚才我们在讨论说时间有点紧，他可能来不及赶，真是会等的。他必须得等到这个人，他必须要等到这个人，所以他下到1楼没有人，他会等。这边从容的坐着电梯下到1楼，过去以后见到真，把他干掉。或者有2个人的话，一个人吸引他注意，另外一个人从后面咣把他干掉。就他6号已经死了，我来的时候是7号0点。对，6号0点人就已经干掉了，然后6号中午的时候，他再过来干掉熏。他什么时候给你们用的药呢？就是在游戏快要结束的时候啊。那个药是5分钟入睡，对吗？对。所以让你们在5分钟内回去立马倒下睡。对。但这个药是谁用的？一定是凶手。但是凶手他怎么提前退出游戏用的药？我们是58，对不对？游戏的结束是11点58分，晚上的11点58分，不到0点。所以就在我们结束游戏的时候，当时那个座位有特殊排过吗？有特殊排过吗？谁离那边最近？你说投加湿器是吧？对。高光结束了吗？没有，马上。非常高光，他们现在跟我讨论的可开心了。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们玩那个《风云2》的时候的座位是我们随机坐的，随机的。走吧，集中讨论吧。反正我觉得58分，在大家快要离开这个屋之前，他只要打开这个加湿器，用一个很不经意的动作打开加湿器就可以。我们到基地的大堂再去看看吧。看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这事不是应该是大力哥做的吗？哦呦，看到了。有什么吗？有东西吗？哎，姐，这里面有张纸条哎。啊！太神奇了，封在那个里面的。啊！可以拼接一下，被撕过的。聊过后，我知道了，你想阻止麻袋男的原因。我通过一份手记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还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就是编剧手记。有人看过手记。我原本打算自己解决这一切，并嫁祸给麻袋男。因为大家从未看到过麻袋男的真面目，但现在我需要2个人才能完成。你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很像，所以我现在来寻求你的帮助。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出门来你左手边的廊桥找我吧。啊！就是2个凶手，谁爱之深？拿个黑板，来讨论一下可能性吧。
我跟白白，还有晨晨，还有荣，我们搬开了那个大柜子，发现了这张纸，证明你们体力也没问题。我们4个人干了你1个人的活儿。对，那时候可怀念你了呢。是这样，我们就发现了真小小的整盘的计划。因为呢极端复杂，我就简单的跟侦探说一下。他事实上从1号开始，一共经历了1、2、3、4、5、6、7、8天，在这8天当中，他做了一些安排，让勋以为只有6天。然后我再看一下刚才说的那个日志，游戏系统更新周期为5天。5天内，游戏系统的时间以24小时计1天为单位进行自动循环，且后一天数据将自动覆盖前一天。首先，第一个，他让勋以为1月2号的时候循环开始，但事实上循环是1月3号开始。他怎么做到的让勋以为1月2号循环开始了呢？就是他在3号的时候，把勋所有发生的跟1月2号的记忆有关系的东西藏起来了，然后他演了一个事儿，故意走到他旁边，开始说一些重复的话，让他以为前一天循环开始，但事实上那个话是他演的，后面才是真正的循环。你所以这一天是没有开始循环的。这一天并没有开始循环。嗯。就比如说，我走到你面前，我跟你说，哟，你今儿好漂亮。其实本身没有开始循环。但如果第2天我走到人面又跟你说，哟，你今儿可真漂亮啊，他是不是就以为前一天开始循环了？但事实上第2天是他演的。他一直想救他，这前4天一直他想救他，就前面都没救成，到第5天，如果他再救不了他，他就是真的死了，就没有再复盘的机会了。之后，他在循环开始第2天跟第3天连续杀了他2天，让勋以为还停留在第2天，在睡梦中杀的他，对吗？所以到勋以为的第5天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开始来不及了。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勋就错过了离开游戏的时间。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他达到了2个目的。一个是让勋活在游戏里，永远出不去。另外一点呢，他也希望在勋被困在游戏里和周被杀了之后，他可以主控这个游戏，在这里称王称霸。所以我们今天看到1月6号12点被杀掉的勋，不是甄小小的干的，甄小小干他是在真正的循环。第2天跟第3天，我就是传递给你的，对，因为我已经完全听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抓的这2个凶手是杀掉了甄和杀掉了勋的人，而他们俩杀勋的动机是他们看到了一个手记，就是我们发现那张纸。我知道了你想阻止麻袋男的原因。我通过一份手记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还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但现在我需要2个人才能完成。你跟我以前认识的1个人很像，所以我现在来寻求你的帮助。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出门来你左手边的廊桥找我吧。咱们现在就这样，咱们现在就开始列各种组合。因为这里面很重要的是，最后发现这个纸条说，你特别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我来找你帮个忙，用这个线索来列出所有的组合，组合当中谁最有可能？我觉得我们做辅助的人，就是打配合这个人，只有可能是魏、白和我们3个。他说：“你出门往左边上廊桥，这个是这条通道，廊桥在那儿。如果是这半拉的人出门往左，就上大厅了。出门往左上廊桥的是这边3个房间的人，是魏、和白。
现在看主的人。我通过一份手记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盲城守护星在乎的人都必须被残忍杀害。甄小小好像有了自己的意志，成为了麻袋男。这个主犯他是通过手记知道麻袋男是谁的。手记里面写到了，勋为了更激起他们的斗志，要把他们爱的人全部都杀掉。能够接触到手记的人需要什么条件？手记在谁的设备？在勋的电子设备里。第一天，我把东西寄存在当场霸路尽头的快递柜。今天我把所有物品放在 MC 里对面废弃工厂4楼，改放到废弃工厂3楼后去找他。看到了手记是因为他看到了勋藏东西。所以勋会说麻烦了，就我的东西被人看见了。我觉得我们要根据谁记得这件事儿，因为他的记忆没有被覆盖。最后一天的肯定是那谁嘛，荣嘛。真正的第5天遇到的人，记忆也不会被覆盖，对不对？对。对。所以他说看到荣说坏了，正因为觉得荣是第5天看到的人，他的记忆不会被覆盖了。但是勋的记忆是有偏差的，他以为的第5天已经是第6天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在头1天看到的人记忆也没有被覆盖，他也是记得看过这个手机的人。对。那他头1天看到是谁？我。头1天看到的是白，对。还有一个是第1天，第1天是我。循环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是145看到的人。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写一些互联关系啊？首先，萨，你的故事里面谁跟你认识的人长得像？和我嘛。对。还有谁？白状元。白嘛。然后荣门童，你的故事里有白嘛？白。对不对？还有我，对不对？有你。然后白，你的故事白保险里面，我所有人都认识。其实也就2个，我和魏，对不对？所以，我因为6季每季都在，我有3个选项。所以我们就这样单独列出来吧，这样比较好讨论。萨和、萨白、荣白、荣白、荣和、白和、白魏，前面是主，后面是辅。对 ，OK。讨论一下6个组合最有可能的。首先，我们讨论一下谁会跟谁去配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跟萨萨配合。他们仨都有可能邀请我嘛，我可能从情感上来讲，我可能更会想跟他配合。我的故事里没有他。对的。然后我的故事里也没有白，我的故事里只有萨。所以如果是他邀请我的话，我 OK。你可能会，但我可能不太会去跟他们俩配合。所以呢，我觉得荣格和白河这2个选项，我觉得可以暂时不去考虑。事实上，又因为我不是凶手，所以其实萨河也可以没有这个考虑。还有这样的啊，你还在考虑他要救的是谁？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因为在我和猜想的世界里面没有你们。对。但我们俩是彼此世界里都有长得相像的人，所以如果他跟我开口，我会愿意去。是这个意思。荣想救在船上的人是你的白门童，对不对？对。但是在他的故事里，他是不认识我的。
就如果是他主动的话，他会来找我，但我不会来找他。对啊，是啊，你是主啊，荣是主嘛，白是辅嘛。我是这个城市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瑜伽教练。我是白保险。你的手。你的故事里是有荣瑜伽的。你是有荣瑜伽的对吧？就是他也是你亲切的人。有吗？我刚才问你，你说没有。荣瑜伽是练瑜伽那个瑜伽教练。但那期我不是，你是白保险啊。哦，对，他那是哎呦，重新认识一下你们。你好，到最后俩人认识了，这集都拍完了。你们在干嘛？但是有一点啊，魏他现在是魏高管，他不是张思睿。所以呢，白说白保险就是郝然，对不对？所以呢，从白的世界里面，他会接受魏，甚至他更希望跟魏联手。所以更多有可能是白魏。但是魏不见得会接受他，因为魏的世界里是没有白这个人的，魏不见得会信任这个人。就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对我不认识他，在我故事里没有他。魏的世界里面有欧，有我，有萨。有萨，对，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是，我非常清楚地告诉各位，我到最后为止，我甚至都不知道麻袋头是谁，我连麻袋头跟什么甄小小之间的所有的联系我都没查到。你是看到手机了？朋友们，再念一遍。我这么说吧，聊过之后，主犯知道了副犯想阻止麻袋男的原因。主犯通过一份手记知道了麻袋男的真实身份，还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就是勋要把文爱的人写死的这个秘密。主犯原本打算自己解决这一切，并嫁祸给麻袋男，但因为大家从来没有见过麻袋男的真面目，现在主犯发现需要2个人才能完成。副犯和主犯以前认识的一个很像，所以主犯现在来寻求副犯的帮助。如果副犯愿意的话，就出门来副犯左手边的廊球来找主犯。所以现在是副犯要阻止麻袋男的原因被主犯知道了。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想阻止麻袋男的原因。我作为副犯，我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举报我们，他假冒我的名义要给《芒城日报》举报，真的就这样，这么简单。白白，如果你作为副犯，你要阻止麻袋男的原因是7号中午1点之前，只要你杀掉一个同伴，我就放过他们；不然的话，我就放火把他们5个都烧死。那就是他走过我的老路，我就要走在老路上。他也在做一个杀人如麻的计划。喂，你要阻止麻袋男的原因，是因为他设了圈套，拍了我的照片，然后他还绑架了欧空姐。这个人呢，主犯跟我们3个其中的一个聊了之后，知道我们要阻止麻袋男的原因，然后他就要跟他联手。所以是那个真杀了周，对吗？对，真杀了周。周是被注射器给一针致死，然后后面俩都是用锤子，所以后面俩是同一个杀的。对，后面俩是同一个杀的。这6个组合，我们现在是不是确认了？只有这6种可能。是的，那就在这里排。对啊，首先先排熟悉程度，我们排分儿，从1分到2分到3分，然后再排救人心切程度，最后得总分最高最低去掉，然后就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把中间的平均分一算，就是他。已经有公式了是吧？现在已经排除了最低分的一个白河和融合。我的俩都在上面呢，还你的俩得分特别高。我跟你说，得分最高的就咱俩。不要搞我，不要搞我。
最后一案，你们不要浪费在我身上。萨跟我还没有萨跟白的高，因为在萨的那个世界里面，我是个从外面。萨的世界里你是什么？核侦探。我穿越过来的一个侦探。这是1998年吗？1998，对对，我记得，但是跟白就不一样了，白是状元，是欧美人的儿子，著名的大学。你跟他年龄相仿，俩人一起长大的。好，萨和2分，萨白3分。萨白什么啊？萨白3分啊？3分。对不起各位，这个分数，这个熟悉程度不是我对他，而是他对我的信任程度。错。那你不就错？你要选择唯一一个去邀请的这个人，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可能就是你更熟悉的人，是这个人为主。是这样的，你如果对我开口，我100%答应你，但你不见得100%会对我开口，你很有可能会更信任这个人，就是可能性。我觉得肯定有他，但肯定不会选我。你要这么想，主犯邀请从犯，他一定是邀请一个从犯最想救，就是救人最心切的，对，去跟自己合作。对。与此同时，他一定要邀请一个从犯对自己更信任的。比如说，我要邀请你，对，我首先要知道你要救谁。我只是要阻止他去向《芒城日报》告状。你要救谁？我是要把那个。你要救萨德巴。你是要救萨德巴。我并不知道萨德巴要死，因为我没有看手记。但是他知道呀。你没有跟我讲呢，你还没跟我讲呢，你这个单聊过后没有聊过后，我现在要找一个帮手，我已经不在乎你为什么阻止他了，我现在要说服你的是，你有一个人马上要死。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见到你之后，他还依然可以说服你，但是你其实要在这个纸条之前见到他之前就完全信任他，你才会去。对呀。对呀。一定是主犯，我觉得对于副犯的感情更深一点，他才会去找副犯。我是想说，第一步你先得对这个人有感情嘛，因为在我的世界里面，我对他有感情。第二步是副犯要完全的信任他。而且还有一点，萨霸王知道何才想和萨德巴的感情吗？知道啊，我是知道他把我曾经认成过萨德巴，所以在我的故事里，我一定知道哦，原来我跟他一个朋友长得很像。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要知道了这一点，我才觉得他会信任我。好，那就是白，我觉得白会很信任我，所以我去找他。你俩吵完之后，这锅就由我来了，吵得这么不可开交，最后受伤的是我。你们2分，你们3分，是吧？吵了那么半天，还是2分跟3分啊？容白几分？容邀请白是5分以上。我天，直接5分了，咱俩招了吧？容邀请白那是5成的把握，5成的可能性，因为你长得跟我爱的人一样，我肯定是特别信任你。但是白这边可能哦。长得像就会信任吗？魏高管，你的故事里没有白吗？我的故事里只有欧空姐和副驾。谢谢。还有萨顾问。我们还有别的思路吗，朋友们？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死循环。
现在这6个可能性，从每种逻辑上来讲都是有可能的。那么，用什么办法去判断、去排除一些？因为刚才我想说的就是，比如说，首先每个人的杀机，或者是急迫程度。白核融合能排除吗？是这样，白核融合是理由是因为我的世界里根本没有白跟融。反过来他们不认识。白和魏是什么？那我的世界里没有他。其实融白分还是很高的，我觉得。白的世界是有融吧？白的世界是有融的。是恋人关系吗？是邻居。对，我的世界是邻居，他的世界是恋人。不对，我的世界的恋人不是你，我的恋人是白门童。他长得跟你白门童一模一样，所以你会更愿意找他帮忙。亲人们，请问，白是被谁邀请到今天的游戏里来的？被融。我。所以白跟融在我们所有人群里面，他们关系是最近的。确实是这样。对。再准确一点呢，还能缩小吗？缩小不了了。萨。我觉得第4天和第5天，我觉得萨可以排除。他说他回到 MCT 的时候，他已经把东西藏好了。他回到 MCT 的时候瞥见萨霸王刚路过，也就是说，其实萨霸王并没有看到他藏的那个地方。他说：“我发现周不见了，手环也联系不上，我把东西寄存在当场霸路尽头的快递柜。”对，就藏在那儿。藏在电梯旁边，电梯旁边。然后找了他1天，没有找到。我回到 MCT 的时候，瞥见萨霸王刚路过，他不是放在那儿的时候瞥见，而是找了1天。找了1天，所以他对我今天这1天，他没有做任何评价，他既没有说糟糕了，也没有说没关系。对。另外，你再看看白跟那个融的描述。我把东西改放到废弃工厂2楼去找他，取东西的时候，我望见了白保险废弃2楼的身影，应该没事儿。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记忆了。我不同意把我排除。为什么呢？因为你把我排除了，和就没有任何可能了。我要挂上他。甭管是不是你们俩，必须得把你们俩锁死。玩的太花了。我们还可以再缩小吗？5个嫌疑人，有2个是凶手，那其实我们剩下的不是凶手的玩家很少，所以我只能请，如果不是的人也再多想一想，多想一想各种可能性。首先，作为一个辅来讲啊，我还是坚持认为，这个主在跟辅说之前，没有告诉辅说你的爱人要被杀掉了，或者说你的搭档、你的知音要被杀掉了。所以呢，我确实是离这件事情比较远的人。首先，第一点，我只是发现了那个麻袋男要举报我。第2点呢，我并不知道萨德巴在那个船上。第3点，我确实之前杀过人之后，我就希望可以离开那片黑暗，望向光明，最后能够回到我正常的生活当中，继续搞数学。继续搞数学吗？那你不会舍不得你的萨德巴吗？但是问题是我没有被人告知萨德巴在哪，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可以撒谎，但是我没有撒谎。我小的时候，因为要保护母亲，误伤了父亲，进了少管所，母亲含恨去世。我第一次教训没吸取，又在青年时代因为冲动杀害了鬼少女的父亲，为了救她，又让自己身陷囹圄。我再一次犯了同样的错误，使得鬼对我几近绝望，但是鬼没有放弃我，给我录了磁带等着我。出来之后，我就发誓绝不会再做同样的事儿，我绝不会再下探道去杀人来解决问题了。
你这点很打动我。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我刚才没有打到你吗？也非常有道理，打到我了。我现在就不太懂，如果不是他的话，他刚才为什么要拉我下水？我不是很懂他的点。我没有拉你下水，我只是在解释。你刚才在给我们俩拉票，就变成我好像在演，让大家别投我们。就变成我好像。白白说说，白白现在很危险。在那个世界里面，我曾经是一个杀人如魔的网站的站主。我因为这个进去了，然后有所反思，回来之后加入了一个所谓应该有规矩，应该按照所谓的法治社会应有的这个道德底线去做事的一个组织。那如果说我现在又是打破了这个，那我原来那个杀人魔的相当于这个习性根本就没改掉。只能说你没学到教训嘛，就是你教训还不像我这么深。那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就是我原来都杀人如麻，好不容易缓过自新了，然后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付出的代价和你感悟到的这个教训是不一样。那在哪儿呢？不一样的点在哪儿？因为每个人都想要过新生活，每个人都想要放下屠刀，每个人都想把手上的血洗干净。但如果有人看到有个人手上沾了太多的血，他不得不出手的时候，有可能他就只能背叛自己原来的原则誓言。我对白门童的情感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但是现在的白门童就是被锁在那个里面的人，灵魂不是白门童了。真正的白的灵魂死在了大堂里面。白的身体里边是张水手了。对我来讲，现在要遵纪守法的去惩罚坏人更重要。魏，你为什么不是你？你看，我是先开始一尸两命，一个老婆和一个孩子，然后我现在还带着一个孩子，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都开始讲道德了，不要都跟着我跑，我那是发自内心。我们也发自内心，我这马上眼泪就下来了。我那发自内心的，你们跟着我跑都挂在这儿了，马上就出来了。你看这，好了，是我，对不起。新侦探你怎么想？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其实就是最后看到的两个人，他们是最有可能去找到那本手记的，也就是说只有荣跟白，对吧？这两个人，我是说不管他们俩跟谁组合，都有可能。投票吧，投票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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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根据刚才每个人的最后解释呢，荣门童最后给出的答案是，那个人已经换了灵魂，他并不是他心目中喜欢的那个白门童。萨霸王的话呢，挺感动我的，他说的也很对。但是我觉得何猜想和萨德巴，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太重要，太重要了。我不太舍得放过他们俩。在感情上来讲，我觉得我不舍得一个这么好的知音。这样的场面不多见啊！拿着2个手铐，跟我的双截棍是一样的。今天是要选2个，但好在通过刚才大家的努力，基本上把6个组合里面排除掉了1半以上了，所以最后剩下的几个组合，萨和白，荣和白，白和魏，从监控来看，2个男生配合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毕竟要穿上一个男生的衣服，假装一个男生挥一下手，所以我觉得应该是2个男生，所以我会把这2票投给白和魏。希望能投对，最后一案了。
我要去找我最信任的人。如果我是荣的话，我第一当然会去找白保险。如果是白保险，我就会找魏。可是魏信任白保险吗？我知道你想要杀麻袋男的理由。我本来想一个人杀了他，但是我现在需要2个人。为什么需要2个人？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或者说需要2个人分工，需要假扮。啊 ，anyway。今天这个投票真的是有意思了。白保险这一票是怎么都躲不过去的，这一票一定是他。有一个疑点，他们刚才一直在讲说魏不认识白，但是那个纸条上可是写的，哎，你跟我有一个朋友长得很像，我们最在乎的人有了危险，我们要一起去救他。所以他们不需要魏认识白啊，相信直觉吧。到底是何猜想和萨霸王，还是龙门童跟白保险呢？他们2个人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来了，我们今天一共有6种组合。那么从3个有可能发现手记的人来说呢，我比较排除萨，因为萨在第1天根据勋编剧的描述，他把手记藏在了1楼的快递柜里面，然后找了1天周成旭。回来的时候，在 MCT 看见了记忆没有被重置的萨。虽然在这1天他们有遭遇，但是因为放东西的位置跟遇到萨霸王的位置并没有在同一个空间，所以在这3个人里面，最有可能看到手机的绝对不是萨霸王。萨的组合里面有我跟他，还有白跟他，另外也排除我跟荣。那么剩下呢还有这2个组合，就是荣跟白和白跟魏，所以我这2票，第1票我投给白，然后进去了。有一种不特别不祥的预感，这样不容易。这好像是这一季最后一期，压上了还。好，来看看我们的投票结果吧。明星大侦探第6季，盲城风云下中，究竟谁是杀害甄小小和新编剧的凶手呢？接下来公布真相。由于是投组合票，因此没有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哦，真的啊？还有人投我？在所有的组合当中，有3个组合获得了票数，分别是和、萨。我可能真拉了几票。荣、白、魏。那你们俩这么站？我对这样站。和萨、荣白、白魏。你很抢手，就是。首先公布获得1票的组合。获得1票的组合是和、萨。肯定的。
我也就拉了一票。在感情上来讲，我觉得我不舍得一个这么好的知音，哄你吧，因为我觉得你们这对真的这种关系实在是太难得了。剩下的2组中都有白。先把白子关进笼子是吧？你先进去好不好？我这一季，我总共就来了这么一回，每一期都进去。我来了4期，我进去3回了。最后一期又要咬笼子。到底是容白还是白魏呢？获得更多票数的组合是白容。容白。来，回家坐坐吧。来，进去。我没投你，我投的白魏。你还强作镇定的在这儿？投对了呀你还强作镇定，投什么对？我的故事里没有他。究竟是不是容白杀害了甄小小以及勋编剧呢？我宣布，各位检举。我怀疑的凶手第1个是荣文彤，我先给他1票，第2票投给你。我决定跟你一样。维持他的意见吧。投给白魏组合。相信直觉吧，白魏。白保险。这局我赢了，进去。失败，失败。代表张思睿，在我的城市没有人能赢过我，在蒙城世界我就没输过，知道吗？我从第1轮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我觉得第1轮2位侦探很有可能投了5分荣，因为我是明确知道麻袋人的身高体重和具体样貌，所以很有可能我在这个2个人选之中。那另一个呢，我比较偏向于荣，因为我们之前2个的故事我们是相互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第1轮2位侦探投了同样的票，就是投了5分荣。这样看来，那我只能说这局我赢了，进去了。不好意思，确实不好意思，我2票都投你，但我投完之后，我总感觉我好像投错了。各位亲爱的朋友，请锁定目标人物。都说了好看呀，说了一直说好看。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是在魏高管笔记本中搜索记录的截图，会发现他的创建时间是2046年1月6日20点34分，所以他那时并没有昏迷。而含有魏的凶手组合中，只有白魏。请送上金条。他进了笼子都有金条。对啊，因为我投的咱俩。
辛苦了大家，把我们放出来吧。放不放出来庆祝一下？大家扔回来了，放出来，一起，快出来！我感谢一下我们这一季的合作伙伴。好，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这一季每一位玩家在每一个跌宕起伏的案件里面做出的精彩的表现。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对我们《明星大侦探》第6季的守候，感谢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希望我们的编剧老师的头发能在我们停下来这段时间长回来一点啊！送大家生发液，也要送给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最真诚的感谢。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感谢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的 OPPO Reno 5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感谢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明星侦探斗才智，游戏就玩神武4。感谢有端游有手游的快乐社交网游神武4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李清来龙去脉博士无处不在，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看明星大侦探，玩百变大侦探，感谢社交推理2不误的百变大侦探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对抗牙龈红肿，保护敏感牙齿，感谢舒适达红蓝管牙膏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美赞臣博瑞升级 A2 蛋白，智慧营养好吸收，感谢美赞臣博瑞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暖暖39感冒灵，破案推理不能停，感谢39感冒灵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口喉健康，信赖3金西瓜霜，感谢3金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夸克搜一搜，真相搜，感谢年轻人都在用的夸克智能搜索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喊个口号：明星大侦探，大白吧真相。神秘组织有令，完成任务的神秘人，请上芒果 TV APP 搜索“神秘空间”，领取新的任务。正义，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好像正义的天平吧。我觉得那个天平保持在最公平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站在每一个人的立场来讲，那每一个人的正义的定义都是不同的。对啊，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其实我觉得正义本身啊，它有不同的属性。你比如说，在今天这个案子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荣门童，他凭借着内心对正义的理解，振臂高呼，组织周围的人来效仿这个联盟去打击犯罪。但实际上要知道，惩治罪恶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这不是说一个个人凭借着一腔热血就能够完成的事业。我觉得帮助别人也好，惩恶扬善也好，最重要的其实是量力而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去想别的办法，用别的方式，也许同样也可以达到一个目的。我觉得大家在日常中啊，你能够去，很勇敢地站出来，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实际情况，可能力量相差悬殊，你需要去用智慧告诉自己寻求更好的帮助。很多人做错事的时候，有可能他并不是单纯的心恶，他可能是为了某些事情，可能为了自己最在乎的人，他才做了这件错事。我觉得就是不管你追寻自己的正义是什么样的，这个都必须要符合在一个道德标准之上，然后符合我们这样的一个法治社会，然后按照一个非常理性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做很多事情，然后在我们现有的法治社会中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不要太极端。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在强调一个社会的法治和进步，所有的一切有程序有规则，我们才能够大家共同按照一个方向去前进。否则的话，每个人心里有自己的正义标准、公平的标准，那最后结局就是没有正义和公平。所以法治永远是一个基础，法治永远是一个底线。
第30集那时候萨老师，哎呀天哪，太心酸了。如果真的像今天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能够拍到2046年，真的会有这样一款非常高智商高能的游戏，我觉得就我会来的。我想不到30年以后，但是我原本就是觉得，明侦是有一个自己的很独特的一个家的这种氛围的。事实上，这个节目已经不是原来的一个简单的烧脑推理了，它引导了一个正能量的和一个更好的人生态度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对明侦的未来的希望就是，我觉得稳稳的。然后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个案件，然后讲好每一个故事，同时也能够让每一个不管是玩这个游戏的人和看这个节目的人，都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觉得明侦的未来应该不仅仅是一个舞台和一个观众席，我们可以让更多的观众以更多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游戏中来。我相信大家在看的过程中一定有各种各样脑洞大开的想法，所以未来如果有更多的方式，我相信大家可能真能像今天这样，或许用不同的手段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就《明星大侦探》未来是什么样子，一定是会越来越好的。但是导演组的头发有多少，我就不确定了。他们绞尽脑汁的每次去想故事，去设置情节，包括利益。是一季比一季强，一季比一季难，一季比一季奇，所以，我很在意你们的头发，我很关心，因为我们是真的很用心，并且很有诚意的在去为大家奉献一个精彩的节目，所以希望也祝福未来的明侦会越来越好，然后更多人都能喜欢明侦。对，其实不知不觉我这一季来了挺多次的，从最开始比较生疏，然后到后面呢，慢慢的跟大家。相对能够融入进来。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脑洞可以不断的被打开。我认识到自己可能平时思考上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旦认定了一个事情，其实我会往一个自己相对于认知的一个小空间里去想。但其实这个时候往往需要发散性的思维，有时候也需要去听一下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是我慢慢在学的一个事情，所以希望以后如果能够再来跟大家一块玩的话，自己能够表现得更好。明星大侦探第6季收官大会现在开始。开饭了！先吃涮肉。你为什么在打毛衣啊？你需要个毛内裤吧？所有人要穿啊！我好惨！你哭了？哎呀，是这个意思吗？我该不该开心呢？这不重要，这是我的兴奋了。凶手易容变装，混入到你们几位侦探当中。新案件来了，要疏散吗？要干什么？这有点难呀。凶手是2名。白和陈。2个女生，肯定是你俩，反正不是我，所以你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是抓起来，抓起来！接下来就是公布本季的 MVP 玩家是赛季 MVP 排行榜，耶 MVP。这是明侦大事件。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有人主张呢人性本恶，有人主张呢人性本善。事实上，人性既有恶的成分，也有善的成分。但是我们知道，不受限制的人性必定既有害自己，也有害他人。因此呢，与其相信呢内在的人性，还不如对人的外在客观行为来进行恰当的限制，这就是我们的法律制度的由来。惩恶扬善，行侠仗义，替天行道，也是根植在很多善良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心底挥之不去的这样的一种理念。事实上呢，就是因为呢民众对于这种惩恶扬善的需求，才诞生了法律，也是基于这种惩恶扬善的价值理念，法律呢才得以被民众所信奉。那么如果以法律为标准，我们来回答盲城守护星这种惩恶扬善的行为的定性。
如果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种合法的行为。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正当防卫。那么对于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进行制止，如果符合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它就是一种合法行为。不仅是合法行为，为别人进行正当防卫，还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见义勇为的行为。坚持责任主义原则，言下之意，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不是去报复社会、损害他人，而是应当在这种悲剧之下建立了健康的、向上的、积极的生活的心理，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能维护社会秩序，走上正常的生活之路。人性基本上是要区分善和恶，但是可能每个人善恶的标准并不是一致的。那么以法律的角度来看，法律的标准更加明确，它不仅区分善与恶，还决策了善与善的权利冲突时如何处理，恶与恶那么产生对立的时候如何去处理。因此法律规定的更为细致，更为复杂，所以我们所有的社会公众应当信守法律的标准，以法律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以法律为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特别是刑法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个人和社会才能两受其益，和谐发展。所以我们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行动起来，遵守法律，学习法律，建设法治强国。上微博参与明星大侦探话题讨论，说出你心中的 Top One 戏精成员。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新闻客户端合作澎湃新闻、凤凰新闻、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aker。感谢特别合作智行、达达快送、有道词典、一代驾、映客、好看视频、WiFi 万能钥匙、闪萌、搜狗输入法。网媒支持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